维摩诘经有云：佛道不可思议，众生缘深无量。看似平常的佛事香火，实则蕴含深不可测的智慧。世人常说烧香拜佛，佛前香灰能凝成塔形，寓意着神佛显灵。然而当你诚心叩拜，香灰却松散不成形。曾有老僧曾经解答，烧香拜佛出现这种情况，是佛菩萨在提醒信徒犯了3个因果，如果没有及时改正，因果难消，影响运势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异象，以及如何化解因果？也许答案就藏在一位老和尚与他的弟子之间。永明寺坐落在青山环抱之中，晨钟暮鼓，香烟袅袅。后山的禅房里，年过古稀的印海大和尚正在蒲团上打坐，周身萦绕着祥和宁静的气息。明渊是寺中新进的沙弥，他面容清秀，眼神中却时常透露出迷茫与困惑。此刻他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跪在印海大和尚面前，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困惑：师父，弟子有一事不解，为何我每日诵经念佛，供奉的香火总是散落成灰，不似其他师兄的香灰能凝成舍利塔形？我已每日虔诚礼佛，诵读经文，为何菩萨仍不赐下吉兆？印海大和尚缓缓睁开双眼，目光慈祥而深邃，轻抚长须，望向院中那株老枣树。树上的枣子已经转红，在秋风中轻轻摇晃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他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以充满禅意的语气问道：你可曾见过枣树开花？明渊一愣，眼神中满是疑惑，如实答道：弟子来寺中时已是夏末，未曾见过。印海大和尚站起身来，缓步走到明渊身旁，示意他跟上，说道：随我去大雄宝殿走一趟，或许你能从中领悟些什么。两人穿过幽静的回廊，来到庄严的大雄宝殿。殿内香烟缭绕，佛香与檀香交织，几位香客正在虔诚礼佛，他们的动作轻柔而专注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印海大和尚领着明渊来到供案前，指着一位中年妇女供奉的香火，轻声说道：你且看她的香灰。那支香燃烧殆尽，香灰完整的凝结成小巧的塔形，宛如一座精致的佛塔，散发着神秘的气息。明渊双手合十，低声说：这位施主想必是真心向佛，故而菩萨显灵，赐下吉兆。你再看那边。印海大和尚指向另一处供案，一位衣着华贵的男子正跪在蒲团上连连叩首，口中不停地念叨着祈求财运亨通的话语。他面前的香灰却松散不成形，随风飘散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吹散了一般。明渊眉头微皱，满心疑惑地问道：这位施主看起来很是虔诚，衣着华贵，想必也供奉了不少香油钱，为何香灰却……随我去后院。印海大和尚没有解释，转身向外走去。后院的禅房内古朴而宁静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沉香气息。印海大和尚取出一盒香，递给明渊，语气平静地说：你且点上一支，仔细感受其中的变化。明渊依言将香点燃，插入香炉，香烟袅袅升起，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他正要跪地礼佛，却被印海大和尚制止：且慢。印海大和尚目光如炬，凝视着明渊，说道：你可知这香从何处来？明渊摇头，如实回答：弟子不知，想来是寺中日常使用的香火，这是前日那位王施主供奉的，他家开了间香料铺子，专门制作佛前供香。印海大和尚语气平和，继续说道：他每月都会送来一批香火，说是为求菩萨保佑生意兴隆。然而他在制作香料时，为了谋取更多利润，掺杂了劣质香料，虽表面光鲜，却失了本心。明渊若有所思，所以他日日来上香，但心不诚，即便用上好的香，也无法得到菩萨的庇佑。上好的沉香能凝神静气，可若心不诚，再名贵的香料也是徒然。印海大和尚看着渐渐燃尽的香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你日日在佛前诵经，可知自己为何而诵？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，还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？明渊的眼帘微微颤动，想要回答却一时语塞。他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只是机械的每日诵经礼佛，以为这样就能获得修行的成果。印海大和尚继续说道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要出家？为何要礼佛？为何要追求香灰宁塔？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你的内心深处，只有真正找到答案，才能踏上正确的修行之路。一阵秋风吹过，带来远处悠扬的钟声，钟声在山谷间回荡，仿佛在为他们的对话伴奏。印海大和尚看着明渊困惑的神情，缓缓道，且随我去一个地方，或许能让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那是一个充满佛法智慧的地方，能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。印海大和尚领着明渊穿过后山的竹林，来到一座简陋的茅屋前，茅屋周围种着几株菊花，在秋风中摇曳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这是寺中老方丈圆寂前修行的地方。印海大和尚推开略显斑驳的木门，说道，20年前我也曾像你一样困惑，对修行的真谛感到迷茫。在这里，我得到了老方丈的指点，才找到了修行的方向。屋内陈设简单，一张禅床，一个木鱼，一盏油灯，角落里摆着一个看似普通的香炉，造型古朴，却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。香炉表面刻着一些古老的佛教经文和图案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这香炉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明渊轻声问道，眼中充满好奇。印海大和尚轻轻拂去香炉上的灰尘，神情庄重地说，老方丈曾说，这香炉能照见人心，它能洞察人的内心想法，揭示人的真实意图。当年我也不解其意，直到遇见一位施主，才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奥秘。他目光深远，仿佛陷入回忆。那是个面容憔悴的妇人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他说自己有个读书的儿子，突然离家出走，扬言要寻找人生真谛。他跪在佛前整整3天，香灰却始终不成形。他的泪水滴落在地上，浸湿了蒲团，每一滴泪水都饱含着对儿子的思念和担忧。明渊的手指微微颤动，内心被妇人的故事触动。他仿佛看到了那位母亲在佛前苦苦哀求的场景，感受到了她的痛苦和无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妇人的丈夫因病卧床，家中还有个年幼的女儿。她来寺里不是为了祈福，而是想找到她的儿子。她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和牵挂，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平安归来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印海大和尚取出一支香，你可知他为何燃香？明渊喉结滚动，没有说话。他隐隐猜到了答案，但内心却被深深震撼。他说他不求儿子能考取功名，不求他能光耀门楣，只求他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孝道。他的话语简单而真挚，却蕴含着无尽的母爱和期望。印海大和尚点燃那支香，插入炉中，你且看。香烟袅袅升起，在空中盘旋，渐渐的，香灰开始凝结，竟然形成一朵莲花的形状。莲花栩栩如生，散发着圣洁的光芒。这神奇的景象让明渊瞪大了眼睛，心中充满了惊讶和敬畏。明渊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香灰异象。这支香是那位母亲留下的。印海大和尚说着，又取出一支香，你来试试。明渊接过香，手微微发抖，他小心翼翼地点燃香，香烟升起，可香灰却松散地掉落，没有任何形状，仿佛在嘲笑他的内心。昨日你房中的信笺，我看到了。印海大和尚突然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严肃。明渊脸色骤变，心中充满了慌乱和不安。他没想到自己的秘密会被师父发现，不知道师父会如何看待自己。你妹妹的字还稚嫩，可字字血泪。印海大和尚的声音依然平和，却如同一把重锤，敲击着明渊的内心。
他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母亲为了替父亲抓药，日夜操劳。隔壁的刘员外愿意出钱救治，条件是让你妹妹去他家做丫鬟。你妹妹才12岁，却要面临这样的困境，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明渊的指甲深深掐入掌心，内心痛苦不堪。他想起了妹妹天真可爱的笑容，想起了一家人曾经的幸福时光，而如今却因为自己的选择让家人陷入了困境。你可知道你母亲已经3天没合眼了？她跪在佛前求佛祖能让你回心转意。她的身体本就虚弱，却为了家人强撑着，她的心中只有对你的牵挂和担忧。印海大和尚的声音突然变得沉重，而你在这里日日诵经礼佛，渴求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家人的幸福，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？明渊浑身颤抖，眼前浮现出那日离家时的情景，母亲佝偻的背影在风中显得那么单薄，父亲虚弱的咳嗽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刺痛着他的内心。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又松开，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师父，他的声音哽咽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以为只要能像您一样精通佛法，就能得到世人尊敬，我想让他们以我为荣，却没想到自己的自私给家人带来了这么多痛苦。印海大和尚闭目沉思片刻，睁开眼时目光如炬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你可知老方丈临终前说过，香灰不成形，是菩萨在警示，若不能领悟其中3重大义，不仅今生难逃因果，来世业障也会如影随形。而你现在这种情况，就是佛菩萨在提醒你3件事。明渊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他知道师父接下来的话将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，于是集中精神，认真聆听。印海大和尚缓缓开口，语气庄重而严肃：其一，修行不在求身，而在求真。你可知那位开粥铺的李婆婆为何香灰能凝成塔？她每日天不亮就起来熬粥，专为穷苦人家准备，一碗粥只要1个铜板，赔本的买卖做了10几年。她从不在佛前求财运亨通，只求能多帮一个人家。她的心中充满了慈悲和善良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佛法的教义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不是追求表面的形式，而是要拥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。明渊低下头，眼眶发热，他为自己之前追求香灰凝塔的虚荣感到羞愧，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误解了修行的真谛。其二，出家为僧不是逃避。印海大和尚的声音变得严厉，仿佛一把利剑直指明渊的内心。你以为披上袈裟就能放下世间牵挂？可你每次诵经，心里想的都是何时能像我一样受人尊敬。这般求名逐利之心，与那些贪图功名的俗人有何区别？出家是为了更好的修行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，而不是逃避责任。你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。明渊的肩膀微微发抖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当初出家的动机是多么的自私和幼稚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印海大和尚取出明渊房中的信笺，神情凝重地说：你可知你离家这些日子，你父亲的病情为何加重？明渊抬起头，眼中含泪，充满了疑惑和担忧。他不是被病痛折磨，是被心病所困。印海大和尚叹息道：你那天执意要出家，他拦你不住，急火攻心，才令旧疾复发。你母亲为了凑要钱，便卖了家中值钱的物件，还去给人浆洗衣物，双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你妹妹才12岁，却要去街头卖花续命，小小的肩膀承担起了不该承受的重担。明渊的泪水终于滚落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心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。他痛恨自己的自私和无知，让家人承受了这么多痛苦。你可知佛门重孝？印海大和尚指着墙上悬挂的佛经，严肃地说：善生经中说，孝敬父母，
供养所需，是为正道。你口念佛号，心想功名，却把至亲至疏弃之不顾，这才是你香灰不成形的根源。孝道是佛法的根本，只有孝敬父母，才能获得真正的修行成就。明渊跪倒在地，泪如雨下。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决心改过自新。倘若你真想修行，何不先尽人子之责？印海大和尚走到门前，望着远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善待父母，方是真正的修行开始。否则，纵使你日日诵经，也不过是徒具其表，无法获得真正的智慧和力量。远处传来暮鼓声，低沉而悠扬，仿佛在为明渊的觉醒而奏响。印海大和尚望着渐暗的天色，继续说道：你若执迷不悟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不仅会让父母苦上加苦，更会结下难消的业障。佛法讲究因果，你今日种下的因，来日必有果报。明渊浑身颤抖，想起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，只觉心如刀绞。他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改变自己，尽到自己的责任。许多人认为菩萨慈悲，可保佑世人消灾免难。印海大和尚的声音徐徐响起，充满了智慧和慈悲，却不知菩萨最大的慈悲是让我们看清自己的过错。香灰不成形，正是菩萨在提醒你改过。菩萨以这种方式点化你，是希望你能走上正确的道路，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解脱。晚风吹过竹林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在为明渊的觉醒而欢呼。印海大和尚看着跪在地上的明渊，温和地问道：现在你可明白了吗？明渊擦去眼泪，声音哽咽：弟子明白了，请师父准许弟子即刻还俗。明渊跪地叩首：弟子要回去尽孝，照顾父母，我要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印海大和尚摇头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，说道：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你还俗，而是要你明白真正的修行之道。佛法重视因缘，你与佛门既有缘分，何不以另一种方式来践行孝道？他从柜中取出一个包袱，里面装着一些药材，郑重地说：这里有些药材是寺中医僧配的方子，对你父亲的病症大有帮助。这些药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配置的，凝聚着寺中医僧的心血和祝福。明渊接过包袱，指尖微颤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他没想到师父不仅没有责怪他，还为他的家人准备了药材。我已托人捎信给你母亲，让她莫要担心。印海大和尚继续说道：寺中每月都有香客供奉的油米，我已和方丈商议，拨一份给你家。你妹妹也不必再去卖花，可以来寺里帮忙抄经，寺里会给她月钱，这样她既能学习佛法，又能为家庭减轻负担。明渊的泪水又涌了出来，他被师父的慈悲和智慧深深感动。他意识到，修行并不一定要远离尘世，只要心中有佛，处处都能修行。你既要修行，就该以慈悲心待人，先解父母之苦，再求佛法精深。印海大和尚拿起桌上的木鱼，说道：从明日起，你随我学习佛医之术。佛医之术不仅能治疗身体的疾病，还能治愈心灵的创伤。待你医术小成，便可为病患解苦，也能照料父亲。这也是一种修行，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佛法的慈悲精神。明渊深深叩首：弟子明白了，感谢师父的教诲，弟子一定努力学习，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还有一事。印海大和尚指着那个古朴的香炉，说道：这香炉便赠予你，它能照见人心，日后你若有迷惘，便点一炷香，观其灰相，自能明晓初心。香炉中的香灰会根据你的内心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形状，它是你修行路上的指引者。明渊小心地接过香炉，只见炉底刻着几行小字：心诚则灰成塔，意诚则香生莲。这几行字仿佛蕴含着无穷的智慧，
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。去吧！印海大和尚示意鸣冤起身，语重心长地说：记住今日所悟，修行不在求深，而在求真。出家不是逃避，而是担当。孝道不分俗世佛门，皆为正道。这3句话将伴随你一生，指引你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。鸣冤郑重地点头，将香炉和药包收好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力量和信心，不再迷茫和困惑。师父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。临走前，鸣冤忽然问道：您当年为何会收我为徒？印海大和尚露出温和的笑容，目光如澄澈的湖水。因为我在你眼中看到了善念的微光。那日你路过山脚，宁可自己淋雨，也要将斗笠让给拾柴的老妪。斋堂里，你总把最后一块馒头留给新来的小沙弥。这些善举，佛祖都看在眼里，我亦看在眼中，只是尘世的功名利禄暂时遮蔽了你的本心。他抬手轻抚鸣冤肩头，语气愈发轻柔。香灰不成形，是菩萨以这般机缘，助你斩断虚妄。修行路上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考验，重要的是能在迷途中寻回本心。记住，真正的佛法不在庙堂之上，而在人间烟火。夕阳将2人的身影拉得修长，鸣冤背着行囊缓步下山。此后，他将佛医之术钻研得炉火纯青，禅院旁的粥铺也成了穷苦人的避风港。每当他点燃香炉，看着香灰化作莲花，便会想起师父的教诲，心怀慈悲。践行正道，便是最圆满的修行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